Hello，大家好，我是理念同行。今天是周末，星期天，我们带你去看一下贵阳周边周末值得去哪里玩。今天我们去的是乾陵公园、乾陵山城市4A 级的城市公园。然后很多时候你一到周末，很多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贵阳周边，你一定要来贵阳的这个乾陵山公园，因为这里面可以让你整整玩一天。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一下怎么去游玩一天。好，跟着我镜头出发。这里就是乾陵公园的西门，因为正大门的话，这段时间在装修，然后它也在改造，所以说地面那边灰尘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今天走西门这边进去，稍微卫生要好一点，空气也好一点。一进到西门进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公园的全景图，看到没有？每个地方都标识得很清楚，所以说你看一下，到时候你要怎么走，规划好你的路线。这里一个导览图，就是整个乾陵公园，包括乾陵湖的一个景貌。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地方进来的公园西大门，然后正大门是在市中心，就是这个位置，枣山路。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公园大门的话，它在修建这个商场，还有这个周边的一些施工，所以说卫生很脏，所以说我们就不从那边走，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西门，这边是属于南大门一进来，就整个公园的一个全貌。我们从这个西大门进来以后，车子可以停在旁边，旁边呢是5块钱1个小时停车，然后附近的话还有的私人的一些场地是按次数，是10块到15块钱一个车，随便停。好，现在我们到了第一个站点，就是乾陵湖，这个湖面非常的漂亮，看见没有？水面。然后如果夏天的话，天气好的话，可以那边有游船，可以去租借游船。然后如果是家人还有朋友的话，在上面划动着游船，夏天是非常的惬意的。而且一进来这里面的空气也非常的舒适。乾陵公园是坐落于城市的一个4A 级城市公园，然后是非常的便利，所以说每天来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外面来的游客也喜欢第一站首先到乾陵公园这边逛一下。乾陵公园每天早上来这边打卡呀、跑步呀、锻炼的，然后朋友聚会的，都是选择来乾陵公园这边，因为它比较便利，特别是交通上面特别便利，还有这边的这种可游玩的场所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园，是非常大。待会我们带你走一下哈，这里面还有一些猕猴。现在我们看到前面那里有一只小猕猴在地上，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它起的也还很早的呢。你看，它起来肯定找食吃。那树子那里还有一只。但是这种来的话，千万不要自己私自随便去逗喂它，因为要不然你一会儿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会引来很多的这种猴群。哇，我们现在走到了猴群的中间，你看，这满路上都是这种猕猴，它倒是找食吃，看见它都有点惊心胆战的，所以说手上千万不要拿着吃的东西。你们看，这成群呐、他们也是来这里早上锻炼身体、开会的嘛，这么多，你看都不敢靠近它嘞。唉，他们是群体活动，集体出发，一起下山了。哦，今天他们可能是下山一起过周末，所以说你们看那边一大堆，这里是他们也有周末休息日，所以大家聚会在这里。
这只猴子眼睛都发红，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呀？对，他们看见这个阿姨在喂东西，所以说一直跟着她跑。这个还红眼圈，你看。然后走到湖边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咖啡厅，灌木咖啡。如果走累了的话，还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喝杯咖啡，然后坐在湖边，观看一下风景。你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给人的视觉都是不一样的。这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商品店，这些商品店卖的都是一些贵州的一些手工艺品，然后一些特色装饰品。乾陵湖旁边这里有一个就是乘船的购票须知，然后还有一个购票的价格，大概在100多块钱一艘船，能坐2至5个人左右。所以说，如果说来这边有需求，想去坐船的，也可以来这里购票，然后再到这边去上船体验。你看，这就是停靠在乾陵湖旁边的这些休闲游船，是自己操作的。夏天的话，家人和朋友可以把船开到那边去，那边有一座风雨桥，就在那个位置。其实这种天气我觉得是特别舒服的，不晒。今天天气很好，所以说来的时候可以大家看到天气再出行。这附近还有很多人到这边健身，看见没有？打羽毛球。所以说这个城市公园对于周边的居民是非常的亲切的，也非常友好，是最好的一个休闲场所。这周边都可以喝东西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是打累了，然后可以在这里喝茶。你看这边都还有休息区，这里还有跳舞的。所以说生活是自己决定的，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全靠你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标准的，按照你自己内心去走，才是最正确的。这边还有很多贵州的小吃，因为时间太早了，可能还没有开门。所以来这里游玩也可以走累了以后休息下来，可以品尝一下贵州的一些特色小吃。你看那个人一点都不怕猴子，因为他们经常上了一盒。现在我们已经爬到了山顶上，山顶有一座寺庙，叫弘福寺，弘福禅林。现在我们带大家去游览一下，去了解一下这弘福寺的独妙之处。好，这里是弘福寺的总平面图，每个大殿的一个分布情况。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弘福寺的一个简介，就是它从创世
到后面的一个发展情况。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游览温馨提示，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就是弘福寺的大门，每天都有人到这个大门口这里参加一个游戏，就是摸佛笔。这里有一堵佛墙，叫九龙玉佛。然后每天你看那里那个墙壁上面，就每个人从这边走过去，闭着眼睛直直走过去，触摸上面的福气。这里有九龙玉佛的一个解说。前面这里就是弘福寺的一个正大门，它正面就面对着一堵九龙玉佛的墙壁，那边有一个九龙玉佛的这个解说，大家可以上来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详细的意义。乾陵山是中国西南佛教名山之一，它以佛教文化和奇丽的自然景观特色，是旅游观光、佛教文化活动的国家4A级重点名胜景区。那我们带大家到里面去游览一下。从这边需要花2块钱购买一个这张弘福寺的一个门票，2块钱。这边还有一些卖香火的，但我们之前来最里面，主要大雄宝殿最里面前面，它有一个免费的，每人可以取3支的香，可以就是说到最里面去取免费的香，每人有3支。这是弘福寺进来的第一个天王殿。弘福寺的香火气息还有香客也是比较旺盛、比较多的，所以说来贵州旅游的话，他到城市的话，第一站也会来乾陵山，乾陵山之后再爬到上面来去游览或者朝拜这个弘福寺。弘福寺的这个开创时间于清朝康熙年间，1672年。相传有一位高僧叫赤松和尚来到了这个贵州，然后他来到这里以后，发现这里面地势还有气候是非常的舒适，然后就在地上发现有一说松枝，然后倒插在这里乾陵山，然后过一段时间，乾陵山的这个松枝既然成长起来，他就发现这里太有灵气了，所以他也就在这里开建寺庙，发扬这个佛教文化。然后我们往里面走的话，那边有一个叫罗汉堂，左手边有罗汉堂。罗汉堂的话，可以去数这个卡片，它这个卡片会根据你的这个周岁，去罗汉堂里面相对应的去拜数，然后达到你的这个年龄，然后在左边可以去取这个卡片的一个诗文。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各个店，所以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佛教比较有信仰的，可以到这里游览参观一下。然后这里就是数罗汉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了之后如果说是感兴趣，可以来去数一下。数完之后的话，就可以拿到那边小窗口去换那个诗文还有卡片。现在我们来到乾陵公园的乾陵山动物园，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动物园的一个简介。乾陵山动物园始建于1958年，是贵阳的第一座城市动物园。那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有哪些动物，而且动物园的话都是免费的，不需要门票的，进来以后直接过去参观就可以了。今天周末人比较多。这里有老蛇，看一下。
和姐姐去看嘛。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了。哎，你那个啊？哇，在那里，白色的这个，你们看一下，有人看。我以为是白色的。就在这里，就这里，在睡觉，看见没有？冬眠了吗？看不了。哇，近距离看，我要看到头。是会。不消毒。你要弄慢慢抖就不累哈。这个是什么动物啊？这没有，说明指示牌也不见了。这边都是一些小型的爬行动物。啊喵喵喵喵喵！犀牛，这个是犀牛蜥，摇摆摇摆。还有吃水果沙拉嘞。哦哟，看他在吃蔬菜、水果。谁都有点歪。你看，今天人特别的多，因为周末家庭出游，然后带小孩的。你看，这边都是爬行动物，这种小型的，然后上面好像还有大型动物，带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这里有一条大蟒蛇，你看，蛇耶！天气太冷了，它都不想动了，在那里盘成一团，我不知道。冬天呐，它冬眠呐，它就不动了。看见没有？远离那个玻璃远一点儿。这条看着可能有个3、4米这么长。这边就是大型动物了，第一个就是老虎，你看森林之王老虎的一个驻地。因为这边的动物园是不需要门票的，直接来参观就可以了，从泉林公园进来直接参观就可以了。因为泉林公园进来也是不需要门票的。这是东北虎，哎。人太多了，他可能是有点害怕。东北虎。但是我觉得这只老虎吃的应该不是好，有点瘦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老虎。有点瘦，之前来看它的时候感觉要胖一点。太瘦了，要是允许的话，都可以拿点东西给它吃。那我们去看一下下面一个，它的隔壁邻居是哪一个动物？哇，隔壁邻居这边也还有一只东北虎。瘦的都是它了。都是比较瘦的，肯定没有吃好睡好。这边还有一只，看见没有？哇，这边还有2只，这一排都是东北虎。都是比较瘦，你看，瘦成皮包骨了。没有什么吃的吗？然后从东北虎这边看完以后，往上面走的话，这里有一个休闲广场。休闲广场两边都是吃东西、喝东西的，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这边人比较多，我们过去看一下，这边看的是什么动物呢？你给他发个消息。他原来叫牛鱼哈。这人气真的太旺了。这要是节假日或者就是放那种大长假，那不是人更多？哇，这是狮子嘞！
你看这狮子，这狮子，这狮子的毛都打结了，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洗头？你看，就看见它的样子比较忧愁。这狮子住的地方还是比较大的呢。这里有它的一个介绍，这叫非洲狮，一般生长在草原。它住的场所还是比较大的呢。你们看，我们来这边看到黑熊，这黑熊过得好悠哉啊！你看，四脚朝天，在仰望天空，你看，还自娱自乐的。它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呢，你看，小手一伸，打招呼吗？这是。又要起来了。然后我们下面的大型动物上来以后，就是黑熊看完以后上来这边有一小条河，这里面全是黑天鹅、白天鹅，看见没有？这一圈，所以说从动物园上来这一圈带小孩子的话，还是可以值得游览的，比较可以逛一下的，因为这上面还是比较大的。喂，然后我们现在从这个黑天鹅旁边，这里有一个隧道，我们从这个隧道口穿出去去那边看大熊猫。你看，熊猫隧道，穿出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人人都特别喜欢的大熊猫国宝了。去看看国宝，看看国宝在贵阳生活的怎么样。我们现在到了熊猫馆，这里有一个吃竹子的秘密。熊猫为什么吃竹子？你们可以看一下。哇！但是大熊猫吃饱了睡着了。大熊猫也睡午觉的呢，你们看。看一下它在睡午觉，这么多人都来守护它，看着它。你看，这个瞌睡太大了，一动不动的。去看一下其他的吧，好像没有了。我们顺着熊猫馆往下走，这里还有一个熊猫馆，但是这只熊猫还在吃午饭，还没有午休。你看，说明它肯定起得太晚了，吃饭也吃得晚一点。看，现在一直在吃那个竹子，吃得津津有味的。然后竹子把它的脸全部遮完了。这只熊猫好像没有刚才上面那一只大，要小一点。它的活动范围都是比较大，你看，这只熊猫的活动范围可以一直到下面去。
但是这里只有一只熊猫，它住的是大别墅、大豪宅的，住这么大的房子。它已经吃饱了，现在出来活动活动，看一下它要去哪里。这只熊猫要比刚才那一只小一点。它应该是去拉网。熊猫下山。快点，看到没？它还知道挑好走的地方走了，你看。吃饱喝足了，出去游荡去了。要荡秋千去了吗？原来是去游乐场玩去了。睡觉啦！你看，他到那个地方睡觉去了。它的家在哪边啊？这就是睡觉的姿势，跟刚才上一只睡觉的姿势一模一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面走。我们从动物园下来以后，就这边有一个麒麟洞，麒麟洞再顺着这条河往这边这条走，我们就可以走到大门口去了，就是现在正在修的那一边。相当于我们在麒麟山转了一个圈圈。然后这边的话有点吵的是因为这边有几个广场，好多周边城区的这个老人家在这边锻炼身体。那我们今天带大家就是围着这个乾陵公园绕了一圈，其实有一些小众的地方我们都还没有走到，所以你们来的话也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逛。如果走慢一点，大概需要1天的时间。今天的人你看，到处都是带小孩子出来玩的，还有老人，所以说来这边，今天是星期天，人还是真的每个角落都是人，特别的多。如果不是周末的话，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人要少一点。我们刚刚从这个地方开始，现在从这个地方回去开车，因为我们从这里开始以后，顺着这个乾陵湖，一直顺着这个湖的旁边一直往上走，然后我们顺着这个山顶到后面的山顶上的这个洪福寺，再从洪福寺往动物园那边转了几个经常大家来这里都必要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早上9点过去的，现在快1点钟了，所以说就花了半天的时间。如果说是要每个大小点都走到位的话，可能在乾陵公园差不多要花1天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你看完以上视频，你觉得哪些地方是你侧重点想去的，而且你感兴趣的，但是你可以来贵阳，或者是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打卡游玩。好，这期到这里，再见。